4楼、14楼、18楼，不能买吗？都错了，真正不能买的是这5个楼层。大家好，我是阿康。首先第一个就是1楼的房子，因为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的，行动不是很方便的话，其实他们还是喜欢1楼的房子，可以方便他们随时的出门和回家，就算停电呢，也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且像这样的房子呢，比较接地气，很快就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景观。但1楼的房子缺点也非常的多，第一呢，就噪音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开发商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小区里面的房子盖得非常密，这样的采光呢和通风的效果就比较差。还有一点就会出现阴暗潮湿，然后私密性也会比较差。所以呢，就给大家形成了共识，为了能够让房子更好卖，很多开发商呢就喜欢在1楼设计一栋房子，业主呢就可以在花园里面呢去种养花、养菜、养宠物。但是我们都知道，天下肯定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以为这个花园景观很好，但实际上它的价格肯定会放在房价里面，我们要承担相应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底层商铺上的一层房子，这个底层商铺上的一层房子，一般是在2楼或者是在3楼。其实很多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2楼的房子肯定要比1楼的房子要好很多。虽然说采光条件差那么一点，但在出租市场上面呢，行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呢，有一些人他喜欢去租这一种楼层，比方说做生意的人，他喜欢这样的楼层，1楼可以用来开店，2楼可以用来自住。但底层的商铺的上一层的房子有很多缺点，那就是油烟比较大，还有就是噪音污染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我们住在里面的话，无法限制商业体中的一种住户想做什么呢？假如说楼下开的是烧烤店或者餐饮店，避免不了有一种噪音和油烟的污染。第三个呢，就是不带阁楼的顶楼的房子。其实很多开发商为了提高整个楼层的舒适度程度，让房子更好卖，所以呢，他们就会设计一种阁楼的房子，这主要就是为了隔热。但是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一种高层呢，他们是不带这个阁楼的。如果说你买顶楼的房子，虽然价格来说相对比较便宜，但是呢，久了之后就会有漏雨的风险，而且呢，夏天的话也非常热。第四种呢，就是腰际层的一个房子，这种腰际线的房子设计在功能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多作用，很多开发商的设计腰线呢，就是为了好看，增加了小区的立体感。如果说买了这样的房子，在暴风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渗水，所以说呢，家里面就容易出现发霉，影响我们的家具。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出现积累很多的灰尘，还有雨水。这样的话，如果说一些人素质不高高空抛物造成更多的垃圾清理起来也非常的麻烦。其实像这些缺点，我们在买楼的时候，再去看沙盘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了。只要大家仔细观察，这人呢避免踩坑。特别现在赚钱不容易特别是买一套房子，能掏空几代人的一个钱包。希望以上几点在大家买楼的时候能够帮助到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支持一下，关注我，下期视频我们再见。